比赛分为2轮，第1轮抽签决定比赛的顺序和挑选主食的顺序。第2轮，各位选手要根据孕育这个主题以及所挑的主食来进行设计。现在，请选手们现场抽签决定挑选主食的顺序。各位选手，请根据你们抽签的顺序上台来挑选主食，并阐述为何要挑选这个主食。阿姨，您放心，主食一共有10个，它还有挑选的空间，高级的应变能力也强，不用担心的。我选择蓝宝石，因为无论大海还是天空都是一片蓝色。在心情不愉快的时候，抬头看看天空，瞬间心情就好了，孕育的整个人好像重生一般。谢谢。我选择黄钻，这不是我常用的设计材料，因为我想告诉所有人，我高慧有自己独立自我的设计风格，和任何人都不同，也没有联系。谢谢。慧慧，你是想把你的设计跟我撇清吗？钻石虽然璀璨，但很难脱颖而出。这颗南洋金珠品相不错，但材料本身设计的局限性很大，剩下的只有粉水晶。我选择粉水晶。粉水晶并不昂贵稀有，却是妈妈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。对我来说，比起其他华丽夺目的宝石，粉水晶更适合表达孕育这个主题。竟然选了最廉价的材料。
在你身上啊，都看到陪孩子高考的家长的影子了。这都会开玩笑啦，看来没什么问题啊。小杰，其他选手挑选主食都是越耀眼越好，但是你为了照顾妈妈心情，选了一个不起眼的粉水晶。你确定没有问题吗？我会选择粉水晶，不光是因为妈妈，也是为了我自己的设计需要。璀璨夺目的宝石谁都喜欢，但是对于设计来说，施展的空间反而不大。越是朴实无华的材料，越能体现出设计师的巧思。好一个赌徒心理啊！原来你是想出奇制胜，证明自己连朽木都能雕琢成器。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说话何必如此难听呢？妈，先吃饭吧，你身体现在不能劳累，待会儿让于直先送你回去吧。来，不用了，我能坚持。我得看完了你比赛再说。再有，妈妈也想知道你的设计思路到底有了没有啊？有了初步的想法，不过设计难度有点大，不知道能不能实现。加油！来，我的这款设计名为太阳，以公主方切割黄钻为主石，象征着太阳至高无上的荣光。在造型上，这款设计的巧妙之处在于，展开如同盛开的向日葵，充满了生命力的张力；而合拢时又如同一顶为尊贵加冕的皇冠。我对孕育这个字的理解是，太阳孕育了世间万物，是生命的主宰，而我的作品正是那璀璨夺目的中心，让大千世界为之失色，只能依附而生。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请最后一位选手高洁上场，为大家介绍他的作品。我们终于赶到了。我的作品名为生命，结构上分为3个部分，分别为头部、翅膀、尾羽，既可独自佩戴，又能有机结合。这便是我对孕育这个主题的理解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让人生变得温暖与幸福的，是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联系。因爱与了解而感到温暖，因被爱、被需要而得到幸福。感恩生命，作品才有了生命。其实，设计灵感是来自于我妈妈。是他给了我生命，也是他引导我走上设计师的道路。在我无数次想要放弃的时候，替我擦掉眼泪。小杰不哭，谁欺负你，我打他。我最爱小杰了，你抱抱。最爱小杰了。妈妈说，自己的设计师生涯已经结束，但我想在这里对妈妈说，我是你生命的延续。
我所做的一切设计都是来源于你。孕育我的你，请不要放弃。就如同你鼓励我的那般，只想在你怀里，哪也不去。可世界太过拥挤，离开或许不得已。我只想要安心，只想凝视彼此深邃的眼睛，因为是你在痛也用力抱紧。我尽了最大的努力，竟然还是输了，而且是彻彻底底的输了。喂，慧慧，快来医院，你妈出事了。什么？高姐，实至名归的冠军，期待在全球的舞台上看到你为中国的设计师争光。谢谢林老师的鼓励，我想请我妈妈上台，跟我一起分享这座奖杯。当然可以啊，妈。来了。妈妈以你为荣，你是妈妈的骄傲。从今天起，妈妈重新开始学习设计。妈，你是我最大最大的骄傲。我妈怎么了？阿姨磕到脑袋昏迷了，现在抢救。你不是答应我把她带回来的吗？我妈怎么伤的？她自己把自己绊倒了。怎么可能？你妈妈会变成这样，都是为了你。为了我跟她说过了，我是我，她是她，我又不是她的附属。闭嘴！他怕抄袭的事情会影响到你，所以千方百计的想让你在比赛里拿到冠军。他甚至跑去阻止小杰参加比赛，这么做当然不对。他为了保证你的前途，甚至不惜毁了他自己呀。他必须要接受道德的谴责，甚至法律的制裁。但发生了这么多事，你有认真反省过吗？
怎么想，妈妈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。你放心，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妈妈都会让你的事业一帆风顺的。你看看这段时间你都做了什么？我走到哪儿都要带着抄袭者女儿的名声，人家还怎么来欣赏我的设计呢？不行，对不起，妈妈，对不起，妈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错了。如果不是我一意孤行，也不会铸下大错。当年我抄袭了潘越的作品，害潘越浑浑噩噩过了20年，又间接导致潘老爷子去世。我做了这么多错事，他们母女最终却宽宏大量，没有追究我的法律责任，更让我惭愧到无地自容。妈妈有进步啊，我能看懂你想表达的。你呀，就别安慰我了。自从半年前脑部受伤以后，你看看我画的，画个直线像波浪，画个圆圈像三角。哎呀，我这辈子是做不了设计了。对设计师来说，最大的打击莫过于永远失去设计能力。这也时刻提醒我，不断反省过去犯下的错。妈妈，你看，是不是你心里想的样子？慧慧，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是这么想的？母女连心。妈妈以后再也不要说自己做不了设计了，以后我会做妈妈的画笔的。嗯。慧慧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今后有什么打算？那你跟于毅怎么办呢？我做了那么伤害他的事情，以他的性格，不会再原谅我了。我的所作所为对不起所有人，虽然高洁说不再追究，但我也没有脸面在这个行业继续待下去，更无法奢求他们所有人的谅解。这半年，我一直在问自己，我到底哪里做错了？最后搞得自己事业尽毁，婚姻失败。有一段时间，甚至到了情绪崩溃的边缘。忽然有一天，我反问自己，为什么不能承认错误呢？我要是早点明白这些道理，早一点跟潘越说声道歉，主动对潘家做出补偿，或者对你爸爸宽容一些，也许是不是最后也不会搞成这个样子。妈，都过去了。是，都过去了。可是在我身上留下的遗憾，我不想让你重复。你如果放得下于毅，半年前你就放下了。如果你放不下，为什么不能主动一点呢？可能你的一声抱歉，就能把它挽回呢。